看我今天画一个江南，对吧？江南春天水乡，江南水乡春天的一种小景。然后我们今天以这个建筑民居为主，然后前面是桃花，我们今天还是个40整张的作品小稿，对吧？我们先起个小稿，然后根据小稿我们再去放大，然后该添加的去添加。累。开始我们先画前面的桃树和山石部分。我们近景安排是这个山石。你看我们在左下角，对吧？左下的位置，我们先安排一个山石。笔尖条目，你看我们开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条墨的部分。笔尖条墨，调好墨以后，先把近景的山石画出来。看先画一个山石。你看我们今天的山石和我们平时的又不一样的地方。我今天用什么呀？你看虎皮皴。看我们勾完结构以后，你看轮廓，然后里面的结构勾完以后，你看虎皮皴的用笔，侧过来，向下，你看向下去皴，它的笔法，你看是侧过来，把我们笔锋的位置，你看前面笔锋位置侧过来，这样去皴。这样去皴。它的山石结构，你看，比较坚硬，对吧？表现那种实质的表现那种实质的山石结构。你看，再过来皴的时候，大家看一下皴的时候，向上，向上去皴。它的体现的也是山石的明暗结构，对不对？看也是皴的时候，也是在我们结构线的后面，对不对？也是在结构的后面，我们这样去皴。表现一种比较坚硬的山石。表现一种比较坚硬的山石。它分出，对不对？你看前面也是分出它的块面结构。看轮廓线勾出来以后，前面一个结构，左右，对不对？我们常讲的10分3面，它也是分出山石的这个3个面来，然后后面，对不对？后面一个结构，这是个暗面，这是亮面。我们开始的时候，先把我们的山石明暗，对吧？先分出来，哪个山石是凹进去的地方，哪个是山石凸出来的地方，对吧？我们心里，画着做，心里要有这个要清楚一点。山石画完以后然后我们画桃树的部分。画桃树我们在课里边也讲过桃树的画法。它的树干，画桃树的树干，它的树干，画的稍微粗壮点，对吧？树干粗壮，然后小枝呢，枝干稍短，是这样的
它和我们平常画的树又有不同。你看啊，先画出树干，哎，上画的树干，对不对？我们双那个单钩啊，单钩树干，哎，它的枝干，你看，主干粗壮，哎，然后它的小枝，你看啊，小枝稍短，哎，小枝稍短，注意它小枝的组合，你看，哎，小枝的组合，也是我们常见的那种鹿角枝，也是鹿角枝的这种形态啊，鹿角枝形态。然后它小枝，你看，就是说我们常见的那种树都是小枝比较修长，哎，它这种小枝哎粗短，哎，小枝粗短，哎，注意它前后穿插，哎，前后穿插，哎，过来，哎，画的时候也是啊，注意一棵树完成以后，你看后面再穿插，哎，后面穿插，哎，小枝。看平时画我们这个普通的小树枝的时候，哎，画的一般都是哎比较细长，比较细长。哎，我们画这个桃树的时候，你看树干让它粗壮，你可以用笔啊，用墨，还稍微重一点，都可以啊，稍微重一点。哎，画出一组来，哎，大的，对吧？大一点的这树我们画出来，然后再补充，哎，到下面，哎，下面补充一些小的桃树，哎，小的桃树穿插，你看，哎，注意我们小树枝，你看小树枝一定要画的让它短一点，不要太长。这是一组，是不是？哎，先完成一组，哎，注意浓淡墨，看这树干啊，对不对？你画的时候用墨稍微重一点，哎，前面的这一组完成以后，向后延伸，你看，向后延伸，先画树干，对吧？先把这个主干画出来，用笔啊，稍微墨重一点，哎，过来，哎，注意他画的时候啊，我们画这个桃树枝的时候，你看啊，哎，它一组一组的形成一个，哎，形成一组树枝，它形成一组，再过来后边，你看啊，哎，这么一组一组的去穿插组合，哎，你看啊，一组的穿插组合，过来，
哎，注意它这个比较集中的地方，对吧？就是树头，对吧？还有树梢，靠近外形的时候，树枝靠近外形的时候，哎，它的小枝，这时候啊，你看，我们形成这一组一组的小枝的组合，因为它这个啊，我们会画别的毕竟呢，它不同的地方就是说，哎，它是以小树枝为组合，对吧？我们不画这个，不点叶子，对吧？我们用颜色直接把那个桃花点出来，所以说，哎，把这个小树枝的组合，对吧？这个组合要处理好，要处理好。也就是说，你看啊，你小树枝集中的地方，对吧？就是我们桃花要点桃花的地方，就是以颜色点出桃花的地方。所以说，哎，你看，要把这个小枝，哎，组合好。哎，小枝要组合好，处理好树的，对吧？它桃树的前后关系啊，对不对？要处理好桃树的前后关系。左边啊，右边，哎，两边是桃树啊，我们两边是桃树，后面桃树的后面我们是建筑。先把前景的桃树画出来。你看，我们画桃树的树干的时候啊，让它稍微的粗壮一些，小枝短小。你看啊，小树枝。哎，我们出小枝的地方，为什么画的这么密啊？因为我们到时候你看颜色，我们就是画桃花，哎，都点到这个位置，这就是我们桃花的大致位置。你定了这个小树枝，哎，到后面我们点色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位置在哪儿。后面过来，哎，这上面的啊，稍微远一点的桃树，哎，墨色稍微淡一点。看前面的那个墨稍微重一点，它是近景的桃树，对不对？哎，到后面我们画后面桃树的时候，墨色稍淡一点。哎，我们树的空间，对吧？远近空间就是靠我们墨的浓淡，哎，去表现出来。近景浓，远疏淡。到后面，这小树枝，你看啊，勾小枝的时候，哎，形成一个，你看一组一组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样你到后期我们点色的时候，哎，这就是我们哎一簇簇的桃花，先把小枝组合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先组合小树枝，哎，后面我们再安排桃花的时候，你上颜色，哎，你就说位置在哪儿，需要点色的地方，这样我们比较清晰就，对不对？在点色的时候，你就要比较清晰，知道我们颜色在什么位置，桃花长在什么位置。
完成以后，你看啊，桃树完成以后，下面啊，我们开始勾它的南方的建筑。我们是以南方这个民居为主啊。看，先画什么？哎，先画我们房顶的位置。你看啊，先画侧面的结构啊。哎，先侧面。你看，画个小一点的。我画个小一点的啊，小一点的尖壕。勾我们建筑的时候，先勾什么？哎，先勾坡顶，先把我们房屋的坡顶勾出来。勾出坡顶以后，我们再勾正面结构、侧面结构，对吧？建筑它分的它的3个块面啊，这是被桃树遮挡的地方。你看啊，过来，哎，你看啊，先把我们房顶，对吧？先把房顶这个勾出来以后，你看勾出来以后，侧面山墙下来，对不？然后这是正面结构，这是正面结构。你看啊，这就是我们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完整的一个房屋建筑，对吧？结构3个面，房顶、侧面山墙、正面结构，对吧？画的时候一定要记住，至少我们把3个结构我们画出来，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建筑。哎，到下面，哎，勾完以后啊，先勾什么？先勾下面的正面，它的窗户勾出来，哎，勾出来。哎，这是上面的阳台，对吧？临河的，哎，中间是它的河面啊，中间是河面。哎，先把临窗的位置、临河的位置，咱们勾出来。哎，上面的瓦，对吧？我们铺瓦的时候，你看啊，这个结构线要平行于两边的啊，两边结构。哎，勾出来，勾出来以后啊，上面瓦，我们常讲，哎，铺瓦的时候随意一点，勾的时候要有一个弧度，哎，不要勾直线。你看啊，我们铺瓦片的时候，2、3个合在一起，对不对啊？哎，你看这样去勾，这是一个啊，下面一个结构，房顶，对吧？铺瓦，然后侧面山墙，正面临河的窗户，勾出来，临河的窗户勾出来，下面是个平台，就是我们阳台啊，对吧？靠近河面一个阳台，下面就是说临河的时候，我们下面都是铺什么？哎，都是那种这个石条，对吧？都是新石条。你看勾的时候，勾出它的石条的结构啊，简单结构勾出来。勾完以后，看啊，勾完以后，
把笔在我们这个废纸上啊吸一下，把它吸干。吸干了以后，把下边这个石块啊，我们下边勾的这种轻条石，用干笔稍擦一下，哎，稍擦一下。前面的啊，这是第一层，我们房屋向后，你看啊，向后延伸。还是先勾什么？先把我们这个坡顶，就是房顶勾出来啊。还是先勾一个房顶，勾完房顶以后，侧面结构，你看啊，侧面结构勾出来，正面的临窗，对不对啊？这是正面临窗临河的啊，哎，这个这面开窗户下来，看，这就是上面的阳台，对不对？然后窗户分一下，哎，1、2、3，分这么3扇2扇都可以啊，分出来。下边就是什么？也是啊，下面我们铺的就是靠近水面的轻条石，你看，哎，轻条石。画的时候，你看轻条石就画什么大小不等的长方形就可以，你看对不对？你就画大小不等的长方形就可以。哎，这就可以。勾完以后，干笔，你看啊，把多余的水分，我们在这个废纸上吸一下，吸一下，然后把这个轻条石擦一下，把石头的那种什么，哎，淋水的那石头，经过长年累月的它的风化，对不对？把那种山石的这个石头轻条石那种粗糙的，哎，质感我们擦出来，对不对？擦出来，哎，这个结构你看啊，侧面我们开个窗户啊，哎，侧面开个小窗户，打开，大墨把这个哎房屋里边的，对吧？大墨渲染一下，这就是哎下面开始铺这个铺瓦过来，看啊，我们铺瓦的它这个竖线和我们两面这个房顶的结构线，你看啊，平行，这个记住啊，这个透视一定要弄对啊，要和里边两边结构线要平行，不要拧着劲儿啊，不要拧着劲儿。然后，哎，铺一下，你看，哎，铺瓦的时候注意，哎，我们勾这个瓦片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弧度，不要勾直线，哎，有一点弧度，有一点弧度以后，你看啊，我们勾出的瓦是不是它这一块瓦片中间感觉都是鼓起来的啊？它不是那种平面的。哎，过来，哎，侧面的，对不对？哎，侧面的我们这一块的房屋，看啊，然后我们右边结构，下边这是河面啊，哎，这一块我们是河面，中间是河，看啊，这边我们画一个正面的这个民居啊，
水箱民居，先画前面的靠前的位置，也是啊，和我们这个侧面结构一样，先把房顶勾出来，对吧？我们先把房顶的位置勾出来。哎，看，先把房顶完成。房顶完成以后啊，画正面结构。我们因为这个是啊，这个是向前方正面的一个建筑。你看啊，房顶勾完以后，哎，前面正面结构，哎，先把墙面画出来。墙面画出来以后，你看啊，南方它的就是建筑结构，哎，和我们北方稍微不同。它的窗户，你看啊，它的窗户开的，哎，比较大，就不像我们北方这窗户小。它的南方窗户靠近水的地方，你看它开的窗户比较大。这一面儿，哎，正面儿，都是那种临河开窗户。哎，正面它临河开窗户。哎，过来，哎，这是个啊正面的结构。它是个2层的啊，你看下来，哎，被桃树，对吧？遮挡一下，拖过来，你看拖过来，到下面，看啊，到下面以后，靠水的地方，它下面也是啊，靠水的地方，它也是用什么？用那种轻条石打的地基。所以说，哎，到下面画的时候，啊，也是啊，画这种长方形，你看，画这种大小不等的长方形。在靠近水面的地方，大小不等的长方形，勾完以后还是啊，对吧？这个长的条石勾完以后，干笔擦一下，你看，哎，把我们下边轻条石这种粗糙的石杆，嗯，稍擦一下就可以，哎，稍擦一下就可以。然后啊，下面就是我们铺瓦，看它这个我们瓦片这个竖结构、竖线结构，看要按照我们这个轮廓线、房顶的轮廓线，我们这样去勾啊。哎，你看啊，沿着这个结构线，这个结构线，我们去勾。我们勾这个瓦片这个竖的竖线结构啊，是有根据的啊，对吧？要以这个房檐的边沿，以这个为基础，以这个为基础，我们去勾这个竖线啊，对吧？以这个为基础去勾，哎，勾出来以后啊，哎，瓦片儿，我们勾瓦片儿。你不要说，你看啊，我们勾的时候一定要记住，你这个勾这个瓦片的结构线和我们这个
房屋的这个房檐儿，对吧？这个边沿一定要一个同方向，对不对？同方向。你比如你不要说，你看你勾的这个线是这种结构的啊，是向左斜下来的结构。你勾开这个瓦片啊，你向右，对不对？一看就是它的房顶，你就是透视不对，对吧？一看透视就不对，所以说一定要掌握它大致的我们这个房屋的结构透视啊，稍微掌握一点。不是说必须就是和，就是说我们画这个建筑图纸一样啊，就是画的特别规矩，但是说至少我们透视关系一定要正确，对吧？给人感觉整体上，对吧？要舒服，哎，不要说你一看这房顶感觉哎这不对，拧着劲儿，对不对？哎，要顺着它的结构你去处理，你看。对不对？要根据我们这个房檐这个结构线，我们去处理瓦片这个结构啊。哎，这一组看啊，下面这一组完成以后，过来，嗯，我们再画后面的啊，后面结构，它江南，对吧？江南的这种水边、江南水乡这种建筑都是哎灰瓦白墙。勾线的时候，我们也注意是啊，中锋啊，我们勾建筑的时候，中锋用笔，你看，对吧？中锋用笔。让线条有力。你看，对不对？哎，这种线条，这种勾出的，哎，中锋勾出线条，圆润饱满，勾出建筑也有，一看，哎，特别有力度。哎，窗户，你看啊，对吧？南方的，对吧？它的窗户，你看结构相对来说，哎，比较复杂一点。哎，我们多看一些啊，多看一些南方，哎，南方的这建筑的图片呀，对吧？照片呀，哎，多了解一下，哎，多了解一下我们南方的这种建筑格式。嗯，你看啊，房顶、窗户，完了啊，这也是啊，和前面一样，它也是个两层建筑过来。哎，看勾过来，哎，下面勾完以后也是啊，安排窗户下来。它就是不等的啊，大小不等的长方形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小长方形，大一点的长方形，对吧？不等的这种长方形，哎，组成我们一个完整的建筑。哎，过来，下来，靠近水面啊，画这种长方形，哎，小的长方形，哎，过来，你看，画的时候注意什么呀？哎，注意我们结构线，它结构线，它轻条是那种结构线，你看啊，哎，我们这个结构线，
哎，两个啊，这个石缝，哎，上下对，你看要错开啊，来错开，要错开一点。哎，过来，干笔稍擦一下，把我们的结构，你看，把山石的地方，我们画青条的地方，哎，稍擦一点。嗯，过来，给前面的青条石下边靠近水滴的地方稍擦一点。完成以后，你看啊，完成以后，我们开始勾瓦片的地方，哎，透过来，看下边勾瓦片啊，我们勾瓦片也是啊，看结构线，沿着这个结构线，我们去画瓦片的树结构，哎，瓦片的树结构，过来。哎，勾完以后啊，勾完就竖线，然后画一瓦片儿，你看稍微有点弧度，稍微有点弧度，过来，可以画的时候，你看画这个瓦片的时候，可以可以分的两个一组，三个一组，哎，自然的分出有聚有散，不用那么规矩啊，随意一点。我们勾这个瓦片的时候，对吧？随意一点，写意，对吧？讲究的，哎，就是说不用画的那么规矩，哎，随意一点，对不对？哎，稍微随意一点。哎，这是我们的，对吧？正面结构，墙面过来，靠近水的地方，侧面对不对？也有啊，侧面也有这个窗户，这是个，哎，上面是个这个窗挡，我们支起来，哎，过来，你看啊，勾着瓦片儿，哎，稍微的有点弧度下来，哎，到后面你看啊，到后面随着墨的变淡，哎，寥寥几笔就可以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看啊，前面的民居画完以后，哎，穿插，看我们在前面，你看可以画一些小桥过来，对不对？你看中间，对不对？哎，中间这是我们的河面啊，中间是河面，哎，过来，把前面稍加一点，再加一点。小桥，我们画了个小石桥，你看啊，
小石桥的时候，它是这种弓形的小石桥。先画栏杆啊，我们先把上面栏杆画出来。哎，啊，哎，先画栏杆，它是这种哎石头的垒的这种哎石拱桥。来，哎，先把栏杆勾出来，勾出栏杆啊，然后桥洞，哎，我们勾一个桥洞，哎，两边啊，看结构，这两个桥洞的结构要是齐的啊，平行啊平行，然后桥洞，哎，它是这个暗部结构啊，暗部结构，干笔稍擦一下，哎，稍擦一下，哎，这是这个桥洞啊，桥洞，然后你看这个桥面我们是白色的，对不对？要想表现它的实质，哎，我们可以用什么呀？用干笔，你看啊，淡墨干笔稍擦一下，哎，稍擦一下，对不对？哎，就代表就是这种哎实质的这个石拱桥，干笔稍擦一下。后面你看啊，桥后面，哎，长一些小的桃花，你看，哎，用淡墨，对吧？用淡墨勾一些小的桃花在桥后面，你看，哎，哎，勾一些小的桃花，远山不是远山了啊，向后，对不对？向后我们画后面的建筑，也是啊，先勾什么？哎，先把房顶勾出来，哎，先勾房顶，前面你看山墙正面结构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样去勾啊，也是每一次啊，每一次我们点景的时候，点景的这个房屋的哎，三个面要分出来，房顶啊、山墙、正面结构，对不对？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这个建筑啊，小房屋。过来，向后延伸，看，对不对？先房顶，侧面结构，到后面以后，我们看啊，后面我们勾的时候，对吧？就不用勾的墙面这么，哎，这么精细，对吧？后面你看简单一点，对吧？你可以勾的后边，哎，简单一点也可以。看结构，我们这个铺瓦片的结构，要看两边的结构线啊，房顶的结构线，顺同方向去勾，同方向去勾。
后面简单的勾一些瓦片儿，来一点。你看勾瓦片的时候，注意一下，我们稍微有一点弧度的话啊，对不对？它就形成一个，你看，这个一看就是瓦片是鼓起来的，这个线，对吧？就是我们瓦片凹进去的流水的那种。所以说，你看稍微有一点弧度，它的瓦片啊，就显得比较立体。就比我们你要勾个平线，对吧？这它瓦片就不像那么立体那么稍微有点平，这样勾出来了，相对来说比较立体。到后面你看啊，哎，墨要淡，到后面越向后啊，越向后画，我们的墨呢让它越来越淡，哎，可以后面啊单勾一些竖线就可以，对吧？到后面以后，不用勾这个瓦片儿，哎，对不对？一看啊，用我们这个浓淡墨去表现它的远近关系。嗯，后面可以啊，处理远处稍微处理一些桃树穿插一下，你看啊，对吧？有建筑，建筑后面又有小桃树，远处的桃树，互相掩映穿插。看你，如果看我们整体的都是以建筑为主，对不对？人种感觉，视觉就是说比较平，全都是一个建筑，没有什么，呃，就视觉上，对吧？疲劳，然后我们可以穿插一些小的桃树，嗯，对不对？也可以穿插一些小的桃树，后面下来越来越远啊，你看越来越远，我们这个墨呢越来越淡，嗯。到远处这个，我们画远处这个民居的时候，可以淡墨过来，对不对？你看远处的，哎，越向远处，它的墨越淡，隐约的。到后面我们可以处理什么？我们可以处理成云雾啊，可以处理成云雾。到后面越远墨越淡，我们的建筑对吧？是隐隐约约。你看啊，到我们后面，只画上面，只露出房顶的地方。你看，下面啊，我就把远处这个，对吧？远处这个建筑，你看，只露出房顶的一部分，只露出房顶的一部分，让它虚下来，下边是，对吧？我们下边把它虚成云雾部分。你看到这个江南来说啊，
到春天的时候，哎，都是那种哎雾蒙蒙的，越来越淡啊。哎，到远处来说啊，你看到远处来说，我们只画房顶的地方，下巴让它淡一下，都是哎雾蒙蒙的，看不到啊，哎看不到地方。哎，这是近景的啊，看近景的，我们描写的详细一点。哎，到远处以后啊，越向远处，哎，就看的这个虚下来。我们用比较淡的墨色，哎，把房顶勾出来，房顶勾出来。大手指头是哎，掩映在云雾中的啊，雾气中的。下面啊，常见的河面上，对吧？我们江南水乡常见的还有什么？一个是桃树、小桥，对吧？小桥流水。下边就是哎，常见的小船，对不对？哎，常见的小船，画上点景的人物啊，小桥。哎，小桥上，先就是说有远眺，对吧？远处的看远处这个小村庄的啊，画一个这个，然后啊画小船，小船也是先画船上的点景人物。哎，我们先把船上的点景人物画出来，然后再画船。哎，过来，对不对？哎，先把这个人物画出来，再画小船。哎，它是一种，对吧？也是一种平底的小船啊，平底的小船，有的带这个船篷，有的不带船篷。啊，画完以后，我们倒影，对不对？小船的倒影，哎，过来，哎，这是啊，这是一组。到我们近景的时候，这个比较宽阔的水面啊，比较宽阔的水面，稍微画一个大一点的啊，我们画个大一点的这个边景。先画这个点景人物，对吧？戴个斗笠，划船啊。这个啊，我们这个小船儿画个什么呀？画个带篷的啊，画个带篷的小船儿。过来，
哎，你看啊，先把船棚画出来，对不对？哎，先把船棚画出来，画完船棚以后，船身，你看，哎，过来，对吧？这个人物，你看，你得把人物安排到这个船上，过来，你看，然后船板，对不对？我们再铺船板，哎，过来，这个是个撑杆，哎，撑杆过来，哎，这是个带船棚的啊，哎，带船棚的小船。看我们画这个倒影的时候，哎，我们常强调，哎，要留开，对吧？不要骑着这个船舷去画，稍微的留一点空白。你看这样感觉就是它的船是不是？船就是浮在水面上的啊？哎，上颜色的时候，再有流出这个，哎，这个水光来，你看，对不对？这倒影。还有什么地方有倒影？你看啊，还有什么？就是我们，对吧？我们这个水面的房屋，哎，也要画上倒影。大墨，你看啊，用大墨我们去画，侧过来，你看侧过来，画水的这个我们房屋的倒影，靠着我们这个石板，对吧？这青条石下面，哎，画这个倒影，哎，过来。侧面对不对？侧面我们的这个哎小房子也要画上倒影，也有水面的倒影。下来，你看，哎，先把倒影画出来，小桥的部分，对不对？哎，小桥的部分也画上倒影。这时候啊，你看我们画完倒影以后，你上颜色，对吧？我们用淡墨画的，你上颜色以后，它很自然的这倒影就显现出来。哎，桥的倒影画出来。啊，墨稿完成以后，哎，墨稿完成以后，我们需要啊用淡墨，大家记住一点啊，淡墨沿着我们房檐的地方，你看啊，用房檐的地方用淡墨，哎，稍染一下啊，把房檐下面这个位置啊，你看淡墨，哎，这个位置啊，稍染一下，你看就这个位置啊，就房檐下边这个位置啊，用淡墨稍染一下。看啊，
哎，我们看一下，用弹幕染一下，就感觉啊，就好像我们哎，就是说画房檐上边这个投影似的啊。我们传统里边你点景的这个建筑它没有，房屋它没有这个啊，就是现代山水你画的时候，哎，就是说，哎，好像我们有这一块是暗影部分，对不对？就好像我们画这个画油画素描是啊，它有个投影部分，还有个投影部分，对吧？用弹幕啊，稍染一下，稍染一下，过来，船儿。完成以后啊，稍完成以后，我们稍亮一下，我们上色。哎，我们这个有远山啊，看我们这个远处的这个房屋后面啊是远山，远山我们需要什么？用颜色打湿了以后啊，用颜色去画远山，画这种就是下过雨以后，哎那种远山。到时候哎告诉大家哎怎样去晕染，就是我们画远山湿画法。哎，湿画法怎么去表现？我们平时画远山，对不对？我们平时画远山都是用那种干染的方法，哎，去染远山。哎，今天我们啊，哎，用一种湿画法去染远山。哎，下面小这个轻条石，对吧？干笔擦一下，干笔擦一下。这种山墙，对吧？你看这个时间长了以后，它的这个墙面是不是经过这个雨轮呐，对吧？显这种斑驳、陈旧，哎，我们就用这个干笔、淡墨干笔，哎，稍擦一点，稍擦一下。哎，我们上色之前，对吧？上色之前一定要这个，看一下啊，看一下我们的墨稿，不要有湿的地方，对吧？不要有湿的地方。你看干透了以后啊，你看，哎，你感觉一下，用手感觉一下，比如树啊、山石，对吧？我们点景的，哎，干了以后，我们再上色。看，我们开始上色之前，先讲什么？先讲这个颜色怎样去调。看我们画桃花的时候啊，桃花的时候颜色怎样去调的？曙红，你看啊，我们用曙红去调这个桃花的颜色，看曙红加一点白色，你看这样去调，哎，曙红加一点白色，哎，我们去点桃花的地方，调好以后，两个颜色调在一起啊，曙红、白色调在一起，点桃花，你看啊，点桃花的时候，我们画的小枝的部分，对吧？你看啊，我们这个桃树小枝的部分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去点，看，点在这个地方，
我们不要这个随意去点啊，不要随意点。你看啊，就点在我们画的小树枝的地方，我们去点。点的时候注意它啊，哎，大小点儿，对吧？有大有小，有大有小，哎，不要太平均啊，记住啊，不要太平均，有大有小。颜色注意一下，我们颜色也有深有浅，怎么有深有浅？看我们上色之前，看上色之前，把笔洗干净以后，和我们那个调墨用笔是一样的啊，在笔尖去调颜色。你看，哎，笔尖去调颜色，调完颜色以后，我们再去点，它在颜色在笔中呈现的，它也是啊，笔尖部分颜色稍重一点，然后越靠近笔根的地方，它的颜色越浅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点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点的位置啊，大家一记住它的位置是点在哪儿？点在这小树枝的地方。哎，来一点，你看啊，小树枝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点在小树枝的地方。哎，先把这个桃树点出来。还有啊，还有一点，我们点色的时候啊，哎，点色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呀？我们边用边调颜色，边用边调颜色，不要说一下调这个一大盘的这个颜色啊，边用边调。哎，需要深一点的颜色，浅一点的颜色，哎，随时我们在调色盘中能调出来。你不要是一下调多少，对吧？一下调出来它就是一个颜色。你说我就是把这个桃红的颜色，我一下调出一大盘子来，对吧？调出一大盘子来颜色，这是一种色度，你没有深浅，对不对？你没有深浅。看我们调的这个颜色，哎，我调一点，我用多少，我调多少，然后边用边往里边加清水，边往里边加清水，加完清水以后，它是不是对吧？就有深浅的变化，这颜色它就有深浅的变化。你看，现在，哎，现在我上的颜色啊，是不是就稍微深一点？然后加清水，对不对？哎，加清水，加清水，你看，加完清水以后，颜色是不是它就有浅的一部分？我们可以点什么呀？哎，点后面的桃花，对不对？它就有浅的部分，有深的部分，颜色就有深有浅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不要一下调多少颜色，哎，边用边调，边用边调。到后面你看，到后面以后就不能用深的颜色，对吧？你到后面以后，它是相对来说远处这个桃树，哎，你这颜色就需要浅一点，哎，需要浅一点。你看，所以说不要说一下调多少，有的同学就是说啊，老师我怎么的颜色怎么感觉出来了以后都是平的，它没有深浅的变化。我说你怎么调的颜色？哎，他就说啊，我调出一大盘子来，哎，我就这么去用，这样就出现这种颜色没有深浅。
你看，对吧？我们边用边调的颜色，它就有深浅的变化，对吧？调好以后，哎，边开始用的时候颜色肯定是稍微要重一点，然后边用边往里边加清水，它颜色就会变浅、变淡，对吧？很自然的出现这个颜色深浅变化。前面你看啊，下面这个桃树，我需要深一点颜色，稍调一点，对不对？稍调一点，哎，调一点，稍微深一点的，对，曙红，曙红加白色，哎，需要深一点颜色，亮一点的颜色，我就稍微调的颜色深一点，哎，颜色稍微深一点，哎，深颜色，哎，深颜色，把别的深颜色用完以后，下面加清水，加了清水以后，是不是它的颜色又变成浅的？哎，所以说我们用颜色也是边用边调，哎，边用边调。一个是墨的，我们这个开始画墨稿的时候，哎，墨的调墨方法由深到浅。下边就是我们颜色，对吧？上色的时候产生的这种深浅变化，哎，深浅变化。过来，你看是不是？我们右边的它的桃树、桃花就稍微深一点，左边的就浅下来。因为什么？哎，因为边用边加清水，对不对？边用边加清水，所以形成这个颜色深浅不同的变化。后面，哎，来一点，哎，后面远处的桃树，颜色轻轻的来一点，轻轻来一点。哎，桃树部分，看啊，桃树加深的地方，哎，你看啊，前面近景的桃树颜色可以让它鲜亮一点，哎，可以让它鲜亮一点。鲜亮点可以加的稍微颜色稍微重一点，稍微重一点，对吧？需要它的颜色啊，我们要有它深浅变化啊，一定要有深浅变化。深浅变化靠我们的什么？靠我们颜色，对吧？靠我们的颜色去调节，靠我们颜色去调节，看对不对？哎，靠我们颜色的哎深浅，哎桃树部分啊，这桃树部分完成以后，山石，我们画山石啊。近景的山石，我们就用什么？用花青啊，
用花青，花青加一点淡墨，花青加点淡墨。看，对你加颜色的也是啊，加颜色也是啊，需要，哎，我们需要加染的地方，你可以，哎，趁它湿的时候，你可以加一遍，可以加一遍。哎，山石，我山石啊，没有上赭石，直接用花青去染的，花青加一点淡墨啊，加一点淡墨，调就墨青色。哎，染的山石，看，哎，对吧？让它染一种这种青色的，哎，青色的山石，花青淡墨，哎，这是山石部分啊，山石部分，还是一个颜色，还是这个墨青色啊，花青淡墨，花青淡墨，看啊，染什么？染这个我们常讲，对吧？灰瓦白墙，它这个瓦啊，发一种青灰色，哎，青灰色。我们先把瓦的地方染一下，你看，哎，先把这个上面的青瓦染出来，哎，看啊，先染一下。前面你看啊，前面那个我们勾的这个墨相对来说比较重啊，对吧？颜色一些稍微的让它重一点。我们一直强调，对吧？这个颜色要根据我们墨的变化，我们颜色也要去变化，对吧？也要去变化。花青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花青淡墨，对，这就是我们山水画的这种优势，对吧？你看，虽然我们外面是冬天，这个白雪纷飞，对不对？哎，但是我们可以画春天，对吧？我们可以画春天。常讲，哎，我们常画山水常讲这个卧游，对吧？卧游山水间，就是说，哎，我喜欢那个祖国的这个名山大川，你可以，对吧？我这个学会了以后，对不对？学会了以后，你可以把这个山的春夏秋冬，你可以画出来，对吧？画出来，你挂到自己的墙上，对吧？去欣赏，不管它外边季节变换，对吧？屋里的山水，随着我们的心情，我想把它画成春天，哎，我就画一个春天的；想画成夏天，都画了个夏天的。好多这个像好多这个画家，古代的画家画的好多这个小册子，就是说卧游，他就是把这个祖国的名山大川，哎，他收集起来，他画成一个册子，画成册子以后，哎，随时可以看。我想看
这个黄山啊、华山呀，哎，随时拿出来就去看，都是自己画的。哎，先把这个房顶的部分，哎，先染出来。哎，染出来。哎，染完以后，看啊，染完以后下边什么？我们开始这个窗户地方，小窗户，小窗户什么？用赭石，用赭石，稍加一点淡墨，对吧？你看啊，稍来一点淡墨。哎，窗户部分，赭石，看啊，稍来一点。它的，你看啊，它的结构，看，就窗户的地方，对吧？用赭石染一下，哎，稍微染一下。它的墙面还是啊，哎，墙面还是留的白墙，只把窗户部分上颜色。哎，你看啊，只把窗户部分上颜色。这是赭石，加一点淡墨。对对，你看，我们教给大家的，就是说它这个方法啊，比如说画树的方法、山石的方法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小品你可以临摹，可以掌握里边的技法，然后出去旅游拍了照片，对吧？拍了照片以后，照片呢，它只是一个这个固定的，哎，固定的一个景致，哎，我们需要回来以后，你画的时候，你需要的留下，不需要的，哎，我们构图的时候，哎，不需要的就删掉它，根据我们的需要，我们去画，哎，这就是我们到后期啊，后期我们搞创作的时候，哎，讲构图，哎，我想这个画面哎，什么是需要留下来的，有的是不需要留下来的。看啊，画完以后，小桥，对吧？淡的赭石，再勾一下，再勾一下，用淡赭石去勾。这个桥面儿，对吧？哎，淡赭石去染一下啊，你看，淡淡的上一点，能上一点，不能上一点。然后下边就是下边轻条石，对不对？下边我们这个房屋的轻条石，用什么颜色？哎，轻条石用什么？哎，用我们这个墨青色，
墨青色，稍染一点，你看啊，稍染一点。哎，用这个墨青色，就是我们染这个房顶的这个颜色，去复勾一下，复勾一下我们下边的这个青条石，你看，哎，这样去复勾一下，哎，这样去复勾。看我教给大家的啊，都是我们怎样去画，我怎样去画，我教给大家，哎，你就怎样去画，就是掌握都是什么它的技法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掌握技法，然后你再画的时候，不管你再换构图，对不对？换构图，但是我们这个勾染方法，对吧？我教给你的是方法，你可以再换别的构图，一样的上色方法都可以，对吧？都能把这个我们想要的效果哎体现出来。完了以后啊，你看下面这个桃树建筑我们完成了以后，小房子染完以后啊，水面怎样去处理？清水，对吧？清水喷湿一下，看下边就是最主要的啊，我们后边云雾中的这个房屋，我们怎样去处理？哎，喷湿以后啊，喷湿以后，远山，还有我们雾中的远山怎样去画？我们平时画远山都是说用那种干画法，对不对？干画法。我们今天用湿画法画这个这雾中的这个远山。多余的水分吸一下，看啊，稍吸一下。看雾中的建筑，我们小房屋，花青。我们常讲这个房顶，对不对？房顶用什么颜色呀？花青加淡墨，调这个墨青色，墨青色染出来。哎，把我们远处的房顶染一下。看啊，稍染一下。上染以后啊，染完以后还是这个颜色，墨青色，还是这个墨青色，我们加一点清水啊，让它不要太深，不要太深。你看啊，淡淡的染过来。
看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加清水以后啊，加清水以后，用这个淡淡的墨青色染一下，染一下，看，对不对？只看见雾中的这个房顶的，对不对？只看见雾中的房顶。哎，下边吸下来，你看啊，吸下来，我们用什么？用这个墨青色去衔接，你看，哎，去衔接，还是灰瓦白墙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后边续下来，续下来，下边就是水面啊，下边就是水面。我们先画远山，还是墨青色。我们上面是打湿了以后啊，对不对？打湿了以后，趁它半湿的状态，哎，半湿的状态，我们去画远山。你看啊，哎，半湿的状态去画远山，对不对？它这个远山，你看啊，这边打湿了以后，哎，打湿了以后画的远山，它和我们干的时候画远山不同的地方，你看，它画出来以后啊，它画出来以后，它的远山就是那种哎雾蒙蒙的，哎似显非显，看，哎似显非显的。如果我们用这个干的，你画这个远山，它的远山就是说哎比较明显。我们看，我们表现这种雨后春天啊，春天以后的这个水乡，哎需要这种哎打湿了以后，我们去画远山。它湿了以后啊，你上完颜色以后，它还会就是说阴出一部分来，哎，清水以后啊，它阴出一部分，就是说哎，一看，看这种雾蒙蒙，哎，这种画法啊，这是一种画这个雾中雨后的远山，对不对？啊，完了以后可以加一点，你看啊，我们到远处可以加一点桃红，哎，稍加一点桃红。让前面啊和前面这个远处的桃树衔接一下，得衔接一下。就是说，我们看远处，远处小村庄还有这种桃树，对吧？颜色要衔接一下啊。下边就是我们水面，水面用什么颜色？你看啊，水面用花青，调点花青，调点花青，藤黄，稍加一点藤黄。哎，花青、藤黄，调
调一个浅绿色。看啊，桃红是有什么颜色？不是啊，我们这个桃红不是用胭脂色调出来的啊。大家有知道没知道的啊？刚才我们调这个桃树的时候，专业讲了一下我们用什么颜色。对，有知道的吗，同学们？就是我们桃树点色曙红，曙红加白色啊，曙红加白色，对，曙红加白色，你看，对，曙红加白色调的这种桃红，桃树的，对吧？桃红色，我们水面花青，哎，花青、藤黄，稍加一点三绿啊，我们染水面的地方，三绿，加一点。对，你看啊，这同学们看有非常认真的啊，曙红加白色，对，调桃红。对，现在啊，染水面，花青藤黄加少许的三绿，染水，染水面，看，让它稍微的有一点绿色。对，好多作品后期的调整，对吧？后期的调整，比如说颜色调整方面，还有局部的加颜色。你看好多点景的，比如说你看今天的啊，今天我们这个小船部分，还有点景人物部分，对吧？要等后期的干了以后，我们才去上颜色。现在湿了以后啊，都是上不成颜色的。
都要等后期我们去干了以后，我们再去补充颜色。有的画面可以，比如说可以到时候在课上能上完颜色，有的你看，你像现在这个画面来说啊，你看画面都是打湿了以后，你点景的部分，对吧？你就上不了颜色。就和同学们前两天还说啊，同学们，哎，怎么一上颜色就会阴出这个结构线，对吧？就是这样啊。你看点景的人物来说，这一块整个它是湿的，你一上颜色，它颜色整个就会跑出它的结构线，是那样的。你看水面绿色，对不对？哎，用这个绿色去染，哎，用这绿色去染，局部可以，你看啊，我们到水面倒影的地方，哎，水面倒影的地方可以用什么呀？哎，可以用花青调这个墨青色。看，墨青色还是调节墨青色，我们染一下倒影地方。你看，我们房屋的倒影，小桥的倒影，哎，用这墨青色，哎，染一下，然后近景的建筑，看小房屋，对吧？靠近水的地方有倒影，我们染一下墨青色，哎，用这墨青色去染，哎，倒影部分。